实在很多人都会觉得做美发的男生都是咖，所以我今天就邀请了我们公司的各种咖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志远。大家 Jam 林山姆、安德鲁、张琪、长荣。好，这是一个美发频道，如果没订阅的话可以订阅一下，如果还没追踪 IG 的话可以追踪我们的 IG。帅哥在追踪就好。什么呢？我是说，如果他们是帅哥在追踪你们，我就整理几个问题，然后帮大家问。你们有觉得做美发的男生真的 gay 有特别多吗？我觉得有有特别多吗？跟其他行业比，真的有比较多。然后其他直男都是双性恋，在那边假装。有到假装吗？有啊，你看网易。而且很多人都会觉得，是不是做了美发比较容易变 gay？ 你觉得有吗？比较容易找到自己吧。本来就是 gay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没道理，哪有人做了美发就变成 gay 的、职场上认同。我们已经算是一个比较容易觉得没关系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别的行业好像很容易觉得有关系。你几岁出柜28、27吧。哦，你很老哎。对啊，我知道。因为我们今天就是有一些老玻璃跟刚入行的，他算是晚出道了，算蛮晚的吧？蛮晚。早的是你吧？蛮早的啊。来，你什么时候？因为大家知道安德鲁吧，就是我们之前拍很多同志大 T 的影片啊。从那个霸社才开始我就是 gay 了，华晨辉也是。真的假的？然后我19岁的时候啊，跟我妈出柜。19岁出柜，你几岁？21好像也还算早。我觉得这个跟年代有关系耶，因为你们算是老一点，那你是老的，就是中生代。因为我们今天原本有约一个老生代，老生代今天说很累，所以暂时不能来拍。你是几岁的？其实我一直没有出柜，但是我们老板卢世远一直就是在群组里面说，同性恋，然后标记 Sam 林山姆。有一次录那个 podcast 也是，然后就加进聊天，然后说拜托那是你们同性恋，我说是我帮你出柜的，是你帮我出柜的。我们这个影片里面有一个人是没有出柜的，就是今天要他出柜。哎呦，等下妈妈会看到这个影片，看到没关系吧？看到没关系啦。来，长荣，我们今日出柜。可是我其实在今天之前，我不知道长荣是 gay。他还蛮明显的吧？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今天就是刚好那个艾伦来嘛，然后我就说，怎么办？我们好像差一个人。然后说长荣啊，长荣啊，长荣一起来拍啊。我说哈，长荣是 gay， 然后我就不知道所以长荣现在还没有要出柜。已经出了，不是已经被出了？但被出柜心情还不错吧？就无所谓。你觉得有影响？我觉得应该没差了。你妈知道也不会怎样的。我有去宝贝问过神明。哇！去问神明说，我要不要？如果我跟我妈说我是同性恋，他会不会怎样？神明说不会。我真的。他有3个显杯，我没有把3个1个就好了吧？第4套就好了。3个啦，要3个啦。你拿去重画一下好了。好，我要跟大家确认一下，就是你们在这目前工作，就是当然你们不止在这里工作过嘛，那你们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职场霸凌过？我以前有你被怎样？很久以前，我想象几年前，那时候大家同性恋比较不敢承认，然后我有一个还蛮好的同事，一个女生，她都会说，干那些操他死恶心死同性恋，然后这个世界上会有同性恋恶心死，然后她就说，如果我身边有同性恋朋友，我绝对不会跟他讲话，但其实我就是同性恋，但是那时候就是你不会讲，而且那时候没人也爱你，那时候没人爱我，然后你也没有讲，就是没有讲我是同性恋。那个时候，但那时候因为我也是有交过女朋友，所以我那时候也不会觉得自己就是单纯的同性恋。你那时候还交女朋友？我先问一下，在这个画面里面的 gay 有交过女朋友的举手。跟女生怎么样的帅？你好烂，被迫处，我是被迫的。你是被迫的，对。但是你的内心很确定，就是那个不是我要的。那你们有因为就是像他这样算是身边的人，就是因为那边讨厌 gay， 然后你们有因为那个人讨厌 gay， 或你朋友在那边一直说 gay 怎样，然后就不承认的吗？就是你们开始都，就是你们有没有一起跟着骂？就比如说，你朋友说啊 gay 很恶心，你说对啊很恶心，然后你自己其实 gay 到不行。没有，不会，就是会闭嘴。我会骂他说你才恶吧。那你就大 gay 啊。所以你们只是会默默的接受，就是觉得就不要跟他讲，就不参与这个话题，跳开，你会跳开？就不要理他。你有跳开吗？我没办法不参与，因为我就是第一个被骂的。你被骂，所以是被霸凌吗？对啊，班上男生就都很直，就只有我一个 gay 吧。然后那时候就可能因为比较阴柔，然后很容易被人家欺负。可
然后我还被关在厕所2个小时，这是我印象中最夸张的事情，而且我还自己爬出去2个小时有点久，关2个很夸张，所以他是这样爬出来，爬起来。壁这样。从小就立志当蛙人。是小6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对，小6我觉得小学被关2个小时还蛮可怕的。会哭吧10分钟你有偷哭吗？一定会哭啊！我觉得很不可思议，因为查克拉21岁啊，所以他这个年代。还会有这种事？对啊，因为你们比较成熟，因为 gay 还是有分一些比较菜跟比较资深一点。长荣这种算是比较菜的吧？你们都算是比较对啊，比较资深一点。那长龙小时候有被霸凌过，求学时期霸凌，我觉得就言语攻击而已。有因为你娘，所以就骂你。他有娘吗？就是他如果跟其他，你有没有装 man？就是你有假装刻意的不想让人家发现我是 gay？ 我觉得越长大好像越会，因为可能就是小时候被被欺负，然后你就会觉得，那我是不是应该要 man 一点？但我小时候就被说娘娘腔，但我好像无所谓。啊，我这个小时候就很娘，我就很瘦很小啊，就是跟其他男生比起来，我就是瘦娘，就是比较女啊，就可爱。而且你现在这样才做这个，好漂亮盖的水。但我做这个指甲在同性恋是不受欢迎。对我这里也要跟大家讲，因为我真的跟大家认识很久，然后很多人都以为就是同性恋就是要喜欢变杂不，那个是第3性，那个是3性，你们就是要男孩子那样。告诉大家一个好的同性恋，胸肌、腹肌、短发，绝对不是那种什么爱化妆，不行因为小时候不是都有那种他爱化妆，然后做什么你就觉得他是不是 gay？他不是，他就是那个爱漂亮而已，爱漂亮，爱漂亮都想要当女生，对他想要变女生，对，不一样。 gay 不是想要当女生的，像他这个就是真的很不 OK。我很 gay， 我很 gay， 我有长发，你犯大忌耶！有做指甲，所以你做这个指甲桃花会变差，对不对？会变长，只有女生会说，蛮好看的，只有女生。你们是说，如果他是1号的话，看他做指甲下风。跟网友见面说，嗨，然后就这里请，我房间在这，然后就是手会一直这样，不能让人家看到这个。他整个姐妹掏线吧，然后就嗨，姐妹掏。现本身也有一些测试同性恋的方法，如果你可以用这一招测试一下你身边的同性恋朋友。不对啊，测试直男，测试直男朋友。他应该是 gay， 但是他又死不承认，你就一直这样，可是我们店几乎都是真的吗？可是有一天 Sam 就对我这样，然后我真的不知道干嘛。但其他陈帅是他们都会这样啊，都这样。史蒂夫，对，过来。你出柜是你爸妈都知道的，我没有直接讲，但是就是我会建议大家，如果你还没有出柜，但你想出柜的话，应该要慢慢循序渐进的做一些让你家人知道，就是你是喜欢同性的，而不是直接突然说，妈，我喜欢男生。你说不能这样，我觉得不行，就是还是要顾一下他们的感受吧。刚才和他说，他出柜的时候给他阿妈看了一支影片，然后再跟阿妈出柜，然后出完柜，阿妈还痛哭，大哭，痛哭，然后拜拜。阿妈边走了，阿妈我去找男朋友了，阿妈我男朋友在外面。我是觉得出柜之后有比较自在吗？你算是强迫出柜的吧？就是我是慢慢的，不算强迫吧，因为就是把男朋友带回家。你这强迫，这很强迫，没有啊，我就说是朋友啊，朋友之名啊。然后最后是因为寄了明信片，然后有2个人亲密的动作才发现的。你妈不在问你，你们2个干嘛这样亲来亲去？好玩啊，好玩，好玩。我说妈那太舒服。安乐鲁是跟你妈讲，我跟我妈讲，我妈在跟我爸讲，偷偷讲这样，然后我爸就哭了，就说为什么这样？哎，我那时候关系很不好，就说你生的，但我现在其实蛮后悔的，很伤害他，很伤害我爸这样。就像他讲的，不要一时突然的，像我后面我很不谅解我爸为什么不谅解我，但我就是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文章，就是你用10多年发现自己是 gay， 然后一讲出来就要你的爸妈接受，这很难，所以就慢慢讲，然后我们也是慢慢做出一些。让我爸比较比较不会那么反对，让他们接受的是，因为媒体报道以前实在太夸张了啦。但我觉得现在真的是还蛮正常的。长荣，我觉得你妈现在如果知道会怎样吗？因为看完这支影片，搞不好你妈就知道。神明都说不会怎样。你妈说你哪有没搞过？我敢是能够。对啊，我想去拜拜啊。我是一个 OK 啊。也不是这样乱问吧。
我们这一集拍的很像要指导别人出柜哦。也不是啊，你是异性恋，你就是会是异性恋，又不可能看这支影片之后就变同性恋。会变异性恋的同性，他是双性恋。不会因为做了美发就变 gay， 如果他做了美发就变 gay， 代表他身体就是有那个他本来对，他本来就是。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包容度真的有稍微高一点，让大家可以认清自己吧。而且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女生比例也高，其实女性工作者是多，所以大家就你们就比较姐妹一点。所以我自己是觉得，如果你是一个压力很大，可以先做美发。现在有来我们公司，就是因为我们公司就是可以让大家接受自己。我觉得我们算是接受度高了，因为我们刚才就在鼓励查克拉，就是要多交一些 gay 朋友，因为我看他们都玩在一起啊。你们算是很容易一起的哦。对啦，像我们这种直男，就是比较在那个圈子里面算是很弱势。你们很强势哎，我们就很爱骂。而且你们算是团体很庞大吧？我没有要输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被欺负。队长今天没来嘛？你们队长不是没有出柜吗？就现在这里队长就是大姐，预告大姐，她叫大姐。好了，我们没办法讲出大姐是谁，因为她没出轨，而且大姐是屏东人，那边比较传统。如果他出现在这里面，他回屏东会被禁猪肉。对，放水流。应该，我觉得好像真的会。会，他会，因为他妈妈应该感觉上他们家应该真的是保守的。我们循序渐进，帮你开了一个头了。因为长荣现在有男朋友吗？有。对，你看，我们看看勇敢承认，你们是单身吗？我单身。我单身。没有，不是，因为我觉得长荣很厉害，是因为她有男朋友，但是她还是没有出柜这件事情。我以前也是这样啊，我第一任也是这样，我第一任在一起4年，然后都没有出轨。爱情马拉松。然后我们出去也都是偷偷摸摸，我们以前坐公车这样偷偷碰到手，就觉得心满意足。现在推车都不能碰手。现在总结一下，就是我问大家几个问题：如果你现在刚进这间公司，就不管你是不是在沙龙啊，那你刚进这间公司，就是会有一群人说，你是 gay 吗？他是不是 gay？ 什么是 gay？ 你们就是感觉到有人在讨论你们的时候，你们会想要去反驳、承认，还是就装作？你会假装不是？对，你说就装不知道。对，装不知道。啊，你我会看人呢，就是如果我看起来就是一群姐妹就可以承认啊，如果是一群很刚的就不会想讲。哦，你说他们就是真的很难，很男生或者很老的阿姨那种。如果就是大家在讨论你，看长相吧。长相好像是重要的。重要。如果是一群长得好看的人，就大胆的讲吧，因为你要冲过去，对，投资报酬率，真的要拼了，对不对？要拼了。长得好看会拼一下。我再问一个问题：如果说你现在进到这个职场，你感觉上这个职场好像讨厌 gay， 就是你以前那种同事，就是他大部分的人都在说，哈，你这怎么会当 gay 啊？就是这种，你们会觉得要离职吗？我觉得要会吗？你会离职吗？如果这个你进到了一个环境，然后这个环境真的是好像就是讨厌 gay， 不友善。可是他们长得好看，就要融化他们。对，长得不好看，你会容忍吗？不好看没什么容忍吧？因为职场上确实还是有我说的这种人吧。因为我在想，应该也很多人是因为他们好像都很讨厌 gay， 然后我就默默的不承认自己。一定有啊，有人喜欢就会有人讨厌啊。然后那我问一下，就是如果有人问你们，你是 gay 吗？你们会觉得很不礼貌？这个我真的要帮大家问，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很想问，但是我们又很怕问了很没礼貌。你们大姐之前就会问新同事说：“你是 gay 吗？你是 gay 吧？”就是会直问嘛。然后其实我坐在旁边，我心里都会捏一把冷汗，因为我心里都想说：“啊，可以直接这样问吗？”好像很没礼貌。人家想让你知道吗？对，这会很没礼貌，会吗？我好像不会，我个人还好我觉得蛮没礼貌的。你不能被问，不是可以问，是看你的口气吧。哦，你可以被问吗？我可以被问。你可以被问。我看长相啊。如果他长个爆干虫，我完全不会听，我就走。也不回答。你看你这个影片，就会下面有很多人骂你，你长这样还敢给我看长相？没关系啊。所以你觉得那是看态度？如果说我是这样说，张琪，你是 gay 吗？我就说，对啊，不像吗？如果我是这样，你是 gay 哦，干你什么事啊？这个其实果真这个是口气。礼貌的问题。好，总之就是大家如果要询问的话，就是可以有礼貌，跟问价钱一样，像朋友一样这样问。那我说，你喜欢男生还是？好，那我问你们，你们就是不是都会玩一些软体吗？我看安德鲁就是以前都会玩一些软体。对，以前。那你看到如果这个公司然后有人长得很好的话，你会赶快打开看他们在上面？对啊，一定要啊。那新同事先怀他好像是，还有脸。不是，你要走过去跟他讲说，这是你吗？些姐妹们
旁边这些拉老说，哎，你去啦，你去问这样子，成群结队。好可怕哦！好，我们实在是聊太多废话，那只是希望就是如果是 gay 的你没关系的，就是开心就好了。最后给大家一个专有名词的知识，就是一尺领。来，安德鲁跟大家讲一尺领是什么？就是在一个大的地方里面只有一个一，然后全部都是零，叫一尺零。就像现在这个画面，没错。对，这个他说一个一啊，对，哦对，一个一。对啊，一个一，然后就是一尺领。我不分吗？好啦，这次影片就到这里了。我是你的白痴志远，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拜。实在太多人说做美发都是卡，哎，不是吗？做美发的男生，都是卡。感觉有做美发都是卡。大不大很重要吗？重要啊，不能太小，不能太小，但也不能太大。不能迷你机耶。那一天我听到不知道谁的形容说那叫什么厨师机，厨师机哦，是说谁是厨师机的？对，然后他就说厨师机就是，可是他在讲对女生，就是如果说厨师机就是你一脱掉看到你就整个干掉。所以他是厨师机。厨师机多。好了，带给大家这个知识，就是什么鸡都好，千万不要当厨师机。